大家好，我是阿峰，欢迎来到跨界茶话间。今晚这一集我们不谈宫斗，不谈财经，来点轻松却火花四溅的好运来娱乐特调。但你千万别以为只是8点档日常哦，有没有想过一个万年小三会突然面临被踢出局的危机，甚至那个抢走她男人的还是个青春无敌的嫩妹？这场斗法从一场盛会开始，但谁在背后动手脚，又谁在甜笑背后藏匕首？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止吃瓜，还要细细拆解这场香艳悬案的每一个步骤。我们先来说说好运来最近这一段让人心痒难耐的发展。剧中那位万年小三陈千金，由徐千金饰演。他不是第一次介入别人的感情，但这一次他不是加害者，反而可能变成那个被抢走男人的受害者。而这个可能让他地位不保的对手，就是张梦婷，由王童饰演。她青春，她有气质，更重要的是，她竟然在一场陈小刚、王灿世的私人晚宴上面成功上位，成为他的女伴。而这一切竟然是陈千金暗中安排，还误打误撞。而肖丽美、赖慧如是，原本她才是正宫人选，怎么这一场盛会却被跳过了？这里头的猫腻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的。这场风波其实起于一个看似普通的邀请，陈小刚准备出席一场私人盛宴，按理说他最该带的是跟自己交往多年的肖丽美。但奇怪的是，肖丽美临时接到一通电话，说活动时间有误，让她错过了这次机会。等她回过神来，已经看到媒体报道，陪着陈小刚现身的居然是张梦婷。而根据剧情透露，这一通错误的通知电话极有可能是陈千金一手安排，目的当然不是破坏，而是试探张梦婷的真实能耐。但你说他是帮忙还是放冷箭，这就要看接下来的动作了。张梦婷呢，她的反应出奇的淡定，不但没有因为临时女伴的身份感到尴尬，反而在宴会当中谈吐得体，跟陈小刚谈笑风生。观众眼尖的还发现，他们两人举止越来越亲密，甚至有几次肩并肩低语的镜头，让旁观的杨克凡、曾子义是脸色微变，但他并未出手干涉，只是选择观察。这一点反而让人更好奇，难道这一场恋爱不只是一场三角关系，还有可能是四角甚至多角斗法？而张梦婷的淡定，真的是她的天生气质，还是她早已心中有数，处心积虑？说到肖丽美这个角色一向强势，这次却显得无比的激动。错过盛宴之后，他第一时间找到陈千金质问，但陈千金只是一脸无辜的说：“我哪知道？”让观众怎会忘记，他可是上个月才刚刚偷偷联络张梦婷说有好机会可以让你露脸的那个好心人。这么刚好露脸的机会就是陈小刚的女伴，这里面的计算怎么看都像陈千金一手安排的精密局。但如果他要是拉张梦婷进来测试陈小刚的心，那他现在看到两个人互动热络，心里该不会也开始后悔了吧？那么陈小刚又是什么态度呢？他对张梦婷的热络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逢场作戏？这一点真的不好说，因为从过去的剧情来看，他对感情一向冷淡，说难听一点就是非常实用主义。张梦婷的出现或许正是他的心思，他不吵不闹，不黏不腻，还懂得进退有度，跟过去几位女主角完全不同。而这种冷感型甜心最容易让男人上瘾，但他到底是当他一时新鲜的调剂品，还是已经准备好转移感情的主轴？这就要看他下一步的举动了。这样的剧情安排，说实在，在近年来的8点档当中已经算是常见套路。但为什么好运来这一段特别吸引观众？因为它暗藏着一种新的情感权力结构。以前的8点档是小三斗正宫，或者是老公有外遇，但现在这一场戏却是小三怕被抢位，正宫失手，新妹反上位，三女各有目的，各有盘算。这样的安排不只是撩动情绪，更挑战观众对感情的分类。你会站在谁那一边？你
会觉得谁是受害者，这种模糊边界正是现代戏剧的魅力所在。回头来看一下历史剧，像是《甄嬛传》当中，华妃刚开始也是风光无限，却因为小主们步步进逼，最后从宠妃变成弃子。而日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当中，那个温柔体贴的女主也敌不过自由奔放的第三者丽香。换句话来说，无论在哪个文化当中，感情当中的主客关系从来都不是巩固的。今天你是女一，明天你可能就是背景板，而观众爱看的不就是这一种瞬息万变？这就像人生，越是不确定越吸引人。说起来，其实这段剧情也让我们想到一件趣事。之前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现场有个前女友区，真的我没开玩笑，那一桌坐的全是新郎过去的旧情人，据说新娘是故意安排的，说是为了和解与祝福，但你看那几张脸上面的表情，根本就是宫心计的实景版。其中还有一位在敬酒时轻轻讲了一句祝你们幸福，不过别忘了我是他初恋哦。全场安静3秒，新娘笑笑没说话，然后下一场敬酒时，他就差点把红酒泼到对方身上。你说这些情节是戏剧还是真实人生？好了，说了这么久，我们现在来看整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一场盛会从头到尾就是陈千金一手导演的一场局。他早就注意到陈小刚最近对他的态度变冷，不再像从前那样言听计从。他怕的不是失恋，他怕的是失去控制权。所以他设计让张梦婷顶替肖丽美，目的不是要让张梦婷上位，而是想让陈小刚认清现实。外面那些年轻妹妹再好，也只是新鲜，只有他才是最懂他、最能帮助他的人。没想到张梦婷不按剧本走，竟然表现得太好，让陈小刚真的动了心。这下反而让陈千金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肖丽美其实早就察觉到事情不对，正在私下调查那通错误电话的来源。从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呢？其实感情这回事，最怕的不是被抢，而是你以为自己掌控全局的时候，局早就换人主导了。陈千金太聪明，反而落入自己的布局里；肖丽美太自信，反而错过防守的机会。而张梦婷看似柔弱，实则攻守兼备，这才是真正的情场高手。最后用4句诗来总结今天这一场情场风云：芳心暗换谁能见？算计人前转瞬间。一场盛宴谁成主？步步机关总是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别忘了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陈千金该不该后悔？张梦婷是真心的还是有备而来的？也请按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记得订阅我们跨界茶话间，还有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支持阿峰继续为你带来解构最精彩的8点档内幕。我们下次见，再会啦。